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枪口转向他们曾誓死守护的人民。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的女儿被人霸凌奸杀，竟被那些穿西服的权贵污蔑成勾引富家少爷索要巨额报酬的下贱女子。叶青云也在查找真相时被人砍去4肢，跳江致死。临死前给你发去求助短信。大夏麒麟军亲卫团叶青云，请将军南下汉江，为下属主持公道。一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此刻，你看着这几天调查到的信息，因为愤怒而颤抖的双手微微抬起，挂旗。下一秒，一面面印有瑞兽麒麟的军旗直冲鸣啸，散发着恐怖的肃杀之气。随后，你挥手下令道：“鸣枪，为亲卫团叶青云将士送行。”大陆惊天动地的枪声响起，为叶青云送行。下了场长达5分钟的子弹，不仅惊动了首府京都，在国际上也掀起了一阵风暴。我们这类人可马革裹尸，可战死沙场，但不能枉死在同胞手中。江山是穿军装的人打的，也是穿军装的人在手，享福的却是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即便这样，他们还想一手遮天。穿军装的要是倒下，那些穿西装的就只能跪着。他们既然意识不到这点，那就打醒他们。即刻传本将军命令，暗中调集3000麒麟军，随本将军南下。必要时，将由麒麟军全权接管本土战区，对汉江市出行下达全面封锁的命令。说着，你朝着叶青云的照片拜了一拜。放心，凡涉事之人，通通都得下去给你磕头请罪。汉江市江水一湾别墅区，劳您费心了，小女也不懂事，幸好是匿名发布，只是没想到那个女孩的父亲会是一个兵者。一个手中夹着昂贵雪茄的中年对着电话那头说道：“他叫白茂之，正是汉江学府的董事白小璇的亲生父亲。兵者每年死的兵者不计其数，更何况有那位在上面顶着，纵然是他所在的战区，下场查还能翻篇不成？过几天就是我家老爷子的大寿，要尽快从根源上掐灭这件事，必要时可以用些手段。”叶家村叶青云家中，大堂摆放着2口空棺，中央位置坐着一个双眼无神的妇人。街道上村民有悲痛，必有幸灾乐祸。哎，素华这么多年老是在家务农，照顾卧病在床的老娘，结果出了这事。这还不是自找的，这2口子生了个不知廉耻的女儿，小小年纪就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害死了自己不说，还害了老子，不但卖身，还向富家少爷索要高额报酬，被人家给失手打死。听到这些话，大堂中的素华气急攻心，咳出了一团鲜血。你们都没有看那条视频吗？我女儿是被他们强迫致死的，如果真是被失手打死，那为什么不把遗体还给我们家？这个要求很过分吗？闻言，众人沉默不语。是啊，一点都不过分。但过去几天了，大堂中依旧是2口空棺。让让！突然，一道不耐烦的声音从院外传了进来。只见一个提着公文包的男子带着几个壮汉走了进来。叶芊芊的家属是吧？这个视频是你们发布的？你女儿的死并没有那么复杂，你们已经对其他无关的人造成了损失。赵少爷看你们可怜，并不打算追究你们的责任，但你们必须签订不再瞎闹的协议。说着，男子从公文包当中掏出一张拟定好的协议，放在了素华面前。素华浑身都在颤抖，到头来施暴的人成了受害者，真正家破人亡的还要被追究责任。愣着干嘛？快签，老子赶时间。男子崔天华推了推素华，催促道：“我女儿和我老公的遗体什么时候能还给我？”素华看着崔天华问道：“啥？还给你们？开什么玩笑？现在禁止私自安葬，他们的遗体早就火化。”听到这话，素华差点栽倒在地。你们这群畜生！说着，他一把将协议撕碎。我不会签的，我要告你们！冥顽不灵！崔天华掏出电话，过来吧，这群贱民太他妈不识好歹！不多时，一辆面包车如猛兽般撞过前院，堵在了叶家大堂前，差点就撞到了素华。面包车上踉跄了下来一个男子，抱歉，喝多了。然后掏出电话打给治安司自首。愤怒涌上所有人的心头，但更多的还是恐惧和绝望。这时，崔天华也走过来，嚣张道：“签吧，就算有人会替你出头又怎样？但汉江市那些人就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天。”素华正要接过协议时，外面突然传来了汽车轰鸣声。众人看见一辆辆军用吉普停在了叶家门口。你率先下车，看了眼屋内的情况，下达了一条让所有人当场石化的命令：拿枪来！此刻你已经压制不住怒火，南下汉江。本想先找白小璇，但想到叶青云在乡下的夫人和卧病在床的老娘，便先来到这，打算在精神上给他们活下去的盼头。没想到居然遇到这种事。你接过下属递来的枪，看向崔天华等人。面包车是谁开进来的？现场鸦雀无声。先前那个有恃无恐的酒驾男子，见到你和你身后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后，准备开溜。砰的一声，只见那男子抱着中弹的腿倒在地上，嚎叫着：“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很好，你的声音没有丝毫感情。把他押过去，给我老大哥和他女儿磕头。话落，队伍中走出2人，将酒驾男子提到大堂，并压着他，不停地朝着遗像磕头。见状，崔天华正准备打电话时，就感觉脑门一凉，支吾道：“我是个律师，我说我来这里是为了他们好，你信吗？”你冷哼一声：“你腿上有瘤，开枪打你是在救你的命。”随后直接在几人腿上全部压过去磕头，待会通通处死。你改！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头，但我是汉江市白家的人，杀了我们，他们都得陪葬。你能一辈子守在这吗？崔天华当即怒声威胁道：“你只是点了下头，然后扣动扳机，阳间没人敢收我，你下去问我。”一声枪响，崔天华脑袋后仰倒在地上，到死他都是一脸惊恐。
这一幕也彻底吓坏了在场众人，尤其是那些壮汉，更是疯狂的磕头求饶。但你没有搭理他们。嫂子，你来到素华面前，当初在边疆时，叶青云给你看过对方和叶芊芊的照片。我叫姬如龙，与叶青云是袍泽，私底下我称他一声老大哥。你们是因为青云的死而来吗？你们知道他不是自杀的是不是？素华一听这话，宛若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你走到了那群正跪在地上磕头的人身后，我知道是有人制造了他自杀的假象，你们下去后好好给他道个歉。我们这些人在边疆冒着生命危险打下的太平盛世，不该是杀死我们的刀。话落，枪响，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嫂子，节哀顺变，你放心，只要我姬如龙在一点，那些害死他们的人一个都活不了。我姬如龙今天当着你的面，以冠军侯的名义起誓，若杀不绝那些人，我姬如龙退位神坛，再不踏足边疆半步。说完，你对着下属说道：“去找白小璇，先拿他开刀。”与此同时，午门区治安司司长办公室，随着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司长白金涛慵懒地接起，下一秒便从座椅上弹了起来。战区的车队开到叶家村，并且当众枪杀数人。他自然知道对方是为了叶青云而来，继续道：“身份搞清楚了吗？”没有，叶家村的人一问三不知，对方没挂牌，也没有带险，我们也很难查。白金涛皱了皱眉，下一秒，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破开，滚出去！白金涛怒喝一声，话音刚落，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入眼的是两个陌生男子，一身戎装，未带弦。我来要个人。你走到他面前，眼神犀利。白金涛默默挂断电话后，又拨出一个号码，但迟迟没有反应。你们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又指着两人嚣张道：“你算个什么东西？本司长需要听你的命令。”放肆！你身后的晴天抬手就是一巴掌。几天前，汉江学府有一名学员死在了自己的寝室，他的父亲是我的同僚。你们治安司通报说他是跳江自杀身亡，有印象吗？说着，你拉开椅子坐下。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白小璇，给你1刻钟提人。晴天已经抬起手表，开始计时。白金涛被打懵了，强势霸道，这是短暂接触后白金涛对你的第一印象。一般没有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是强装不出来这副模样的。一时间，白金涛有些拿捏不准。喜欢写字，这时你注意到墙上的字才能通天，是能压人。晴天直接被逗笑了，一个小小的治安司司长也敢说这话，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啊！从想起25年到现在为止，放眼整个大夏，能真正做到这点的，怕也仅有鼎盛时期的姬老爷子了。这话倒不假，早些年你爷爷姬天下真可谓是天下兵马，天下钱财皆为其所用。只不过5年前，老爷子卸任了，现任总督由魏家的老爷子担任。闻言，白金涛尴尬的笑道：“一点小爱好，还有关于叶芊芊和叶青云父女俩的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你们就算有异议，也不能如此霸道的闯入治安司要人。”说话间，白金涛一直在观察你，但你太平静了。你面无表情的开口道：“我只相信自己调查到的真相。刚刚你说叶青云是自杀，可他在临死前给我发过一条求助讯息，明确的说明自己是被人追杀，你怎么解释？”闻言，白金涛神情一僵，意识到事情有些棘手。不知道你们是隶属于哪个战区？我与本土战区的某位2级校官有些交集，说不定你们还认识。找个时间坐坐，然后咱们再详聊这件事。4到1级校官，1级最大，在网上就是将官了。莫说是一个小小的2级校官，就算你真搬出几位将军来，血债还是得血偿。你又抬手指了指手表，1刻钟所剩的时间不多了。白金涛脸色阴沉，小子，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怕告诉你，白小璇在入狱的第1天就保外就医了，是我亲手办的。我叫白金涛，是白小璇的亲大伯。说到这里，他从抽屉拿出一根昂贵的雪茄点上。另外，叶青云也确实不是死于自杀，但那又怎样？你知道这件事涉及到的人物有多大吗？那是一只手就能遮住汉江这片天的人，你一个连身份都不敢摆在面上的小卒，又能改变什么？突然，你的电话响了起来，看了一眼来电，上面显示老爷子，皱了皱眉，并没有接听。这一幕，白金涛则看在眼里。是你所属战区的上级打来的，你连上面打来的问责电话都不敢接，又怎么好意思在我这装大尾巴狼？话音刚落，办公室内再次响起了一阵铃声，只不过这次响的却是晴天的电话。我可不敢不接。晴天递过电话，一脸苦笑。见状，白金涛赶忙凑近脑袋，一脸的戏谑和嘲弄：“要不你来？”你见他这副样子，接过的电话又朝他递了过去。白金涛一笑，正有此意，一把夺过电话，清了清嗓子：“我是白金涛，汉江市午门区治安司司长，你的下属。近日带着人在叶家村当众杀人不说，更是强闯治安司，对我这位司长行凶。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不仅他们出不了汉江，你同样也吃不了兜着走。”电话那头一阵沉默，白金涛眉头紧皱，语气不悦：“讲话！”终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好，你把电话给他，我给你一个交代。”白金涛冷哼一声，将电话丢在办公桌上。小子接电话，你玩味一笑，摁下了免提键。电话那头的声音再次传来：“你不知道麒麟军作为边军，若无首府调领，不得擅自入境吗？南境13省纷纷致电首府，说你这位冠军侯亲自率领3000麒麟军南下，步兵汉江城外，怎么这是准备打下汉江？”一听这话，你还没做声，白金涛猛地倒抽一口凉气，手中的雪茄也掉落在地。暂时不至于，不过保守估计得杀一批人。听说杀我麒麟军背后的人手眼通天，
若必要的话，我不介意在汉江先动一场战争，看看这张大手遮不遮得住我这支不败军团。你似笑非笑地看着白金涛，对电话那头回道。此话一出，使得原本就傻眼的白金涛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椅子上，满脸惊恐。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才道：刚才那个扬言要让我吃不了兜着走的孩子送来京都。电话挂断。白司长去过京都吗？你看着白金涛笑道。我爷爷叫姬天下。闻言，白金涛再也绷不住了，身子一滑，重重地跪在了地上。姬天下想起25年一手平定乱世，掌天下兵马财政的总督姬天下，面前这个家伙是……对了，我叫姬如龙，边军总指挥，知道我的人都习惯性地称我一声冠军侯。侯爷，白金涛头皮一炸，连连磕头道：汉江市午门区治安司司长白金涛拜见侯爷。我什么都说。白小璇在江水一湾别墅区。然而一刻钟到了，你走到窗户边，俯瞰着这座城市，杀气腾腾地吐出一个字：抓！白金涛面如死灰，他知道自己算是彻底完了。还有那些参与其中的庞然大物，他们自认为死了2只蚂蚁，谁曾想到他的死不仅惊动了冠军侯亲自下场，更是让一支整整3000人的队伍在短短不到2天的时间里兵临汉江城。江水一湾白家别墅中，2个18、19岁的女孩正拿着游戏手柄盘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个神色倨傲的正是本该因过失杀人入狱的白小璇。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枪口转向他们曾誓死守护的人民。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的女儿被人霸凌奸杀，竟被那些穿西服的权贵污蔑成勾引富家少爷索要巨额报酬的下贱女子。叶青云也在查找真相时被人砍去4肢，跳江致死。临死前给你发去求助短信。大夏麒麟军亲卫团叶青云，请将军南下汉江，为下属主持公道。一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要不是叶芊芊这个贱人那么脆弱，本小姐又何至于被困在家里，连门都不能出。不过你能来陪我，我还是挺开心的。女孩表情不自然地笑了笑，她叫黄小雅，同样就读汉江学府，是白小璇的跟班。此刻，白小璇摔碎了游戏手柄。提起叶芊芊那个贱人，本小姐就郁闷。还有柳叶子那个贱婊子，都怪她把视频传到网上，喜欢拍视频是吧？说着，白小璇掏出手机邀请黄小雅。本小姐拍得清清楚楚，你过来看看。我们还是学生，我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我求求你们不要逼我了好吗？视频中传出叶芊芊怯懦懦的声音。哼，你个小婊子还在这装，你只要乖乖听话，什么事都没有，否则你全家都得完。求你们了，不要这样，我只想好好上学。哎呦，各位少爷看你们的了。随着白小璇的话落地，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青年朝着叶芊芊逼了过去。你们几个摁住他，本少爷没有吃残渣剩饭的习惯。怎么回事？他好像死了。妈的，真晦气，老子还没尝呢。赵天成，你特么掐他干鸡毛！操，太兴奋了，我也想不到他会死啊！赶紧走吧。视频到这差不多就已经结束了，舒坦多了。说着，白小璇划过屏幕，点开了另外一个视频。这是柳叶子，这贱人下场更惨。视频播放，黄小雅忍不住皱了皱眉，但不敢扫白小璇的心，转移话题道：小璇姐，我听说叶芊芊的父亲是个兵者，还到治安司闹过，貌似最后跳下鱼龙江自杀了。自杀？哼，你信吗？黄小雅小脸一白，这毕竟是兵者，这么死他的战区不会调查吗？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白小璇满脸不屑地打断。先不说本小姐所在的白家，你也不看看视频中的那些少爷都是什么身份？柳叶子他们柳家在汉江也算是颇有家业了，可他落得如此下场，你可见柳家敢放一个屁？更别说这对出身卑微的妇女了。就算真有人为他们出头，那也是插手一个死一个，根本不足畏惧。话音刚落，别墅的大门突然被强行破开，你边走边下令道：方圆500米，启用1级战备状态，所有无关人等不得入内。霎时间，白小璇和黄小雅只感觉排山倒海般的杀气扑面而来，陷入了极度的慌张中。毕竟这种阵仗人生头一回见。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闯我白家！我大伯是治安司司长，你们最好不要乱来。白小璇当即搬出靠山，然后将手机锁定收起。你走到他面前，语气冰冷：打开。我这个人说话一向不喜欢重复，但看在你年龄上幼的份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手机打开，调到刚才的界面。你指着沙发电脑那里，正是白小璇藏手机的地方。这下白小璇总算是反应过来了。你是为了叶芊芊那个贱人而来，怎么着？你也想欣赏？白小璇话还没说完，你一把抓住他的脑袋，重重地砸在茶几上。下一秒，杀猪般的惨叫声响彻现场。你们本该是同学，他出身低微，也不敢得罪你这位学府懂事的人。你告诉我，为什么要一口一个贱人的称呼他？他生来就该被你欺压辱骂。说话间，你持续加大力道。白小璇正脸朝下，吃了满嘴的玻璃渣。一旁黄小雅早就被吓傻了。在汉江市，竟然还有人敢如此对待白小璇，就不怕被报复吗？白小璇已经吐字不清，但依旧是嚣张跋扈。你招了招手，晴天很快就从沙发垫下面将手机给翻了出来。视频打开，你并没有看，只是对晴天交代道：拷贝一份，该遮掩的地方遮掩，等待合适时公布于众，还孩子一个清白。另外，尽快找到除赵天成外其余几人的具体信息。听到这话，白小璇满脸狰狞：你是哪里来的神经病？就凭你也想还叶芊芊一个清白？今天这事你都过不去，还在这大言不惭，要替别人讨回公道。你表情冰冷，
我南下汉江是来为他们父女撑腰的，将害死他们父女的人一次性杀绝。白小璇忍不住嗤笑一声。作为这次事件的主要挑起人，他再清楚不过叶芊芊父女是怎么死的。他白家和本土坐拥百亿集团的赵家就不说了，还有几个身份足以通天的人物参与在汉江，那些人一句话就是天。想着他还准备说什么，你抬手制止了他的打算。一旁的晴天也是会意的递上了一把枪。遗言说完了没？你要杀我？白小璇有些不信，但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后，目光闪烁。你来真的？他们父女都是贱民出身，哪里比得上本小姐的命？再说他们本就该死。你气急反笑，抬手一枪托砸在他的脑袋上。我的那位老大哥在北境战区服役8载，历经战事变动数十次，出生入死，从未退却。1年多前蜀国针对边境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奇袭，我虽以一己之力斩杀敌敌，威慑诸国退军，但自身也奄奄一息。当时在我身边的亲卫团成员近乎死绝，只有叶青云还挂着一口气。最终是他拖着已经无法站立的双腿，在石子如刀锋的关外跪着将我背了回来。若非那次他双腿留下了伤，就凭你们能杀得了他？出身低微不代表命贱如蝼蚁。他戍守边疆13载，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你，又为这个国家做出过什么贡献？生于和平时代，你甚至都不知道，在国境的关外还有我们这样一群人，在为了这个国家出生入死。你有什么资格踩在他的尸骨上，理直气壮地说他命贱？白小璇脸色煞白，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他还是硬气道：我不信你真的敢杀我。这时一个麒麟军匆匆进场。将军，赵天成的位置确定了。将军。听到这称呼，白小璇表情凝滞，脑门一凉，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我想给我大伯打个电话，他认识你们战区的人，他一定会救我的。原以为面前这群人顶破天也就是特殊的寻常兵种，哪曾想为那对妇女下场撑腰的人会是一尊货真价实的将官。直到这一刻，他才醒悟，对方哪里是不敢杀他，分明就是等赵天成的位置确定好，无缝衔接下一个目标。你大伯白金涛在你之前就被送往京都受审，你下去后等等他，在黄泉路上有个照应。说完，你毫不留情地扣动扳机。天色渐晚，京都首府一条简明扼要但却惊为天人的消息传至现任总督卫老爷子耳中，旋即亲自致电基辅。老哥哥，那辆车时隔一个甲子有余，再度出现了。去哪了？姬天下呼吸粗重。汉江，我也没想到，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着。如果他们也是为了那个麒麟军的死，后果不堪设想。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后你的调遣，枪口转向他们曾誓死守护的人民。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的女儿被人霸凌奸杀，竟被那些穿西服的权贵污蔑成勾引富家少爷索要巨额报酬的下贱女子。叶青云也在查找真相时被人砍去4肢，跳江致死。临死前给你发去求助短信。大夏麒麟军亲卫团叶青云，请将军南下汉江，为下属主持公道。一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从白家别墅走出时，你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想了想，接起道：爷爷。从现在起，停止你在汉江市的一切报复行为，至少2天内，你不准擅自行动。姬天下直入正题，你脸色微变，怎么？朝廷上有人开始施压了？你食指敲着手机后盖，语气冷淡。爷爷，死的是麒麟军，其他事您老人家的话我一定听，但这件事没得商量。您替我告诉那些人，我姬如龙还有47000名部下在关外等一个结果，谁再敢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杀谁。为众人拾柴者，不可冻毙于风雪。边军入境的确坏了规矩，可若不如此，谁又能为叶青云妇女讨一个公道？臭小子，老子什么时候在你眼里这么不堪了？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次你听我的，等2天耽误不了事。此刻你也意识到了不对，到底出什么事了？有人可能要跟你抢活儿，你得让路。姬老爷子又补充道：让那些人多活2天，趁着这2天好好把小女孩安葬了吧。叶青云得葬在京都英灵园，你自己看着办。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怎么了，将军？这时看出你有些不对劲的晴天连忙关心道：你将老爷子的话重复了一遍，看似只是让我姬如龙让路，实则我整个姬家乃至代表大夏至高权力的首府都在让路，究竟是什么人呢？闻言，晴天满脸震惊。开玩笑，我是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就算有，为什么要替咱那位老大哥出头？还是老爷子担心您杀得太狠，故意编出这么个理由来唬你们呢？听到这话，你沉默了。从出生到现在，夏国除了老爷子外，还没有谁能压你一头。或许是有些坐井观天了，先等2天吧。明天把叶芊芊的骨灰送回叶家村，好生安葬。届时本侯亲自为他送行。另外还有一个叫柳叶子的，我准备去看看他。晴天点头道：那咱那位老大哥将他接回京都，安葬至英灵园。那天我要3000将士一路护送他至京都。对了，最近要暂驻汉江，你看看白家别墅对门的那堵，我很喜欢。你看了眼四周，嘴角勾起。鱼龙江边一个年迈的女子看着文件，忍不住称奇道：像，实在太像了。这份履历比起我父亲当年也不妨多让。差远了。在他身边，一个双手负后的中年男人却不认同。女子一笑：堂叔，
既然他入不得您的眼，那您又何至于亲自跑过来？不会真打算跟这个小家伙抢活干吧？我来是因为他再走大哥当年的路，这条路很难，一个不慎总会万劫不复。如今我唐通已于人间无敌，我要罩着的人，谁敢让他死？谁能让他死？故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一辆旧时代挂着 D 字牌照的越野车消失了。与此同时，从学府回到别墅的白茂之以及其妻子卓一楠，竟发现自己的女儿被人枪杀在家中。白茂之脸色阴沉，这可是他唯一的女儿，从来只有我们杀人全家的份，还没有人能骑到我们头上来。说着直接联系皇家，毕竟从白小璇被保外就医后，一直和黄小雅在一起。很快电话接通，白茂之语气冰冷：“我女儿死了，你女儿呢？”于是黄小雅的父亲将女儿告诉自己的话仔细的说了一遍，嘴巴放严实些。丢下这句话，白茂之瞳孔剧烈收缩，直接挂断了电话。怎么样？是谁杀了小璇？卓一楠急迫道：“是不是柳家？一定是柳家干的。看来还是对柳叶子那个小贱蹄子太仁慈了。既然他们把事情做绝，那就彻底开战。”卓一楠近乎失去理智，拿起手机准备拨通某个号码。我准备请和盛会下场。不料白茂之一巴掌呼在他的脸上：“臭娘们，你给老子消停点！柳家要真敢报复，也等不到今天杀小璇。那是战区的人为叶芊芊父女来了。”白茂之解释道。白茂之想了想，决定先联系白金涛，毕竟对方是午门区治安司的司长。电话拨出，提示无法接通。不对劲，随即又拨通了午门区治安司的电话。我是白茂之，你们司长在吗？白先生，下午有一群全副武装的兵者把司长给强行带走了，这件事我们已经汇报上去了，您没有接到通知吗？闻声，白茂之手一抖，电话啪的一声落在了地上。大哥，还有一直没主动联系我的崔天华等人，很有可能也出事了。不行，我得马上去赵家。不多时，白茂之就来到了赵家别墅大厅。赵先生，赵明渊语气平淡道：“这么晚了，是叶家村出事了吗？寻常手段不行，那就动点真格。你连蚂蚁都万不死吗？”然而，白茂之却额头冒汗。战区的人下场了，派去叶家村的人也没了。我大哥在治安司被强行带走，我女儿被直接枪杀在家里。赵先生，咱们还杀吗？闻言，上一秒还稳如老狗的赵明渊直接愣住，满脸震惊。你确定是战区的人？叶青云才死2天，就算他所在的战区下场差，也应该先和本土治安司交涉呀。除了战区，还有什么人有这个能力啊？白茂之急忙补充道。治安司内的监控全都被带走了，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这下赵明渊彻底坐不住了，去见老爷子。不久后，赵氏内堂，赵明渊两人见到了赵家老爷子赵正传，并一五一十的将事情给说了出来。父亲，这群人完全不按规矩行事，直接开杀，这可如何是好？赵明渊倍感棘手。慌什么？在汉江你还怕天翻了不成？赵正传表情十分淡定，毕竟活到他这个岁数，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事情发生了，想办法解决就是。叶青云若真有什么通天背景，当初会跪在治安司跪求见他女儿一面。乞丐尚且有3、2个朋友，何况他在战区服役的时间不短呢？没必要大惊小怪。还有，你女儿的死和你大哥被带走一事，先压一压，不要再次掀起舆论。只要他们还在汉江，天亮之前足够查出他们的踪迹。到时候先看看是何方神圣，能谈最好，不能谈就让他们蒸发。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按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京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回，白茂之面露为难。呀，怎么呀，赵家主，你看起来似乎感到很为难。老夫说的呀，是让你不要把这2件事跟那对父女牵扯上关系，明白吗？你大哥那边不用操心，司长被强行带走，汉江总司自己会擦屁股。至于你女儿，她不是因为过失杀人而入狱了吗？还需要老夫把话说得更明白些。赵正传蹙眉，见老爷子动怒，一旁的赵明渊连忙提点：考虑到外界对学府学员死亡一事颇为关注，相关部门决定对白小璇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这样不仅完美解释了你女儿的死，也可以让关注这件事的人瞬间消失大半。白茂之哪里会不懂，只是有些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女儿死了，还被人利用罢了。你还没到老夫这个年龄，女儿没了还可以造个儿子。赵正传开口道。白茂之点了点头，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环境。别看他在外面风光，可在赵正传这样的人物面前，他也只是一个没有半点选择权的小人。突然，白茂之从怀里掏出了2卷宣纸，摊开道：这是我从我大哥办公室找到的。赵家父子看了过去，一张是才能通天，是能压人8个字，一张则是耳风耳录，明高明知，下明易虐，上天难欺16个字。前者字迹平平无奇，没什么好点评的，后者笔走龙蛇，苍劲有力，杀机毕露，每一个字都极具冲击力。我与你大哥相识多年，怎么不知道他在书法上还有这般天赋？至于这才能通天，是能压人这8个字，想必是那群人中领头的，故意留给我们的。这时赵正传大手一挥，宣纸飘落到他的手中。至于那张写着8个字的纸，依旧在桌面上。传令下去，动用所有人脉，天亮前老夫要知道那群人的落脚处。
赵先生虽然很不想说，但这才是我大哥的自己。白茂之伸手将桌面上的八字宣纸抠成一团。事后，白茂之在抵达自家别墅时，突然注意到自家对门那栋别墅灯火通明。下一秒，白茂之瞬间暴怒，这他妈是哪个神经病在别墅里搭建灵堂，还正对着他们家别墅。下车就牛气冲天的朝着别墅走去。突然，他脚步一顿，一股寒意就直冲脑门。叶青云，灵堂上摆放的照片，他如何认不得？白茂之，46岁，汉江学府董事，就是你了。你表情淡然道：“对了，你女儿是我杀的，也别忘了替你大哥准备一份。我原打算先将参与这件事的小畜生一次性杀绝后再杀老的，但临时发生了意外，转告你背后的人，2天后我接着杀。”白茂之不明白究竟是谁给你的底气。好，还没来得及解释，就感觉身子一沉，根本无法反抗，重重的朝着灵堂跪了下去。刚搬进来就不见血了，磕几个头再走。次日，你给叶青云上完香后，就与晴天驱车离开了江水一湾。我查了一下，柳叶子家里是做医药生意的，虽然不是顶尖，但也有一定的规模。柳叶子出事后，柳家在圈子里公开放言要追责到底，但最后也变成这样。晴天的话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对于柳叶子这个敢于为叶芊芊发声的女孩，你心中充满了感激。当初要不是她将自己录下来的视频发到网上，叶芊芊的死甚至都不会掀起半点波澜。而就因为这样，不仅她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今的柳家恐怕也不好过。毕竟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汉江第一院特级病房，几个穿着人模狗样的畜生堵在病房门口，看着里面的一对中年夫妇，病床上躺着一个没有双手的女孩。从学府事发到至今不过短短几天，可对于柳家却如同地狱。孩子被砍了双手，拔掉舌头不说，整个柳家的生意也是受到了恶意打压，现在也是苟延残喘。鹏飞，孩子待会还要用药，有什么事我们私底下解决。病房内憔悴的中年好声好气地对着堵在门口石鹏飞开口道，只是他刚刚走过去就被一把推开。娄有胜，你他妈在想屁吃呢？今天要是不把钱赔给我们，全家都别想好。这时病房里的妇人指着史鹏飞怒道，当初要是没有我们柳家，你公司早就倒闭了，还能有今天？孩子管你一口一个叔叔的叫着，现在他这样，你作为一个长辈不看望你就算了，还落井下石，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史鹏飞冷笑，我可没有这么脑残的后辈，什么视频都敢发，还有别道德绑架老子，我还要在汉江生存。如今整个汉江还有谁敢跟你们扯上关系？多的不说，你们把我投进去的钱赔给我，今后我们就再无关系。柳家没出事前，不知道多少人出资求着柳家带一把，石鹏飞也不例外。可现在柳家生意一落千丈，投进生意中的钱血本无归不说，还面临巨额罚赔款。都是这个小畜生，要不是他，老子……话还没有说完，让！石鹏飞转头就见一个身穿戎装、手捧鲜花的男子站在身后，这貌似是来探望病人的。小子，你是不是走错了？这小畜生你也敢来看，不怕丢了前途？石鹏飞讥讽道，你眸中寒光一闪，单手将石鹏飞的脑袋按在墙上，来回碾压。再有下次，你这辈子就不用说话了。随后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你走进了病房，我来看一下孩子，并微笑着冲2人打招呼，走到柳叶子的病床旁坐下。只是上一秒的笑容，此刻已经荡然无存。你浑身上下都在抑制不住的颤抖，似乎是刚刚的一幕被柳叶子看到，所以原本不愿见人的姑娘，此时竟然双眼泪汪汪的看着你，像是感谢臭当兵的。你敢打老子？信不信老子让人把你剁碎了喂狗？这时石鹏飞终于缓了过来，捂着血肉模糊的脸冲你叫骂了起来。晴天眼神微眯，右手扶在腰间，朝你询问道：宰了？这简单的2个字让在场众人停住了呼吸，只是等他们看向你时，却发现你摇了摇头。你们有种就给老子等着！石鹏飞明显有些犯怵，丢下一句狠话就离开了。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按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京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回，毕竟他们几个就算加起来也打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回场子。快给彪哥打电话，另外和医院的戚主任通口气，让医院不要报治安司。病房里，刘有胜夫妇刚回过神，想说什么时，你率先道：不用在意，那种货色，我一巴掌下去能拍倒一大片。不知道你是？刘有胜疑惑的同时，心里还是感动的。正所谓患难见真情，锦上添花的事多不胜数，可雪中送炭少之又少。我叫姬如龙，与叶青云是同僚，更是袍泽。一句话让刘有胜2人当场变脸，柳叶子更是怔怔地看着你。哼，我就知道。柳夫人自嘲一笑，然后冲着你大吼道：你们给我滚！我们一家因为这件事都要毁掉了，已经够惨了，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吗？刘有胜沉默，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也没了先前的好脸色。听到这些话，你内心更是一揪，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在他们想来，自己既然是为了叶芊芊父女的事而来，那么自然不是真心看望，而是打着让他们继续作证的居心。可涉及到这事的人，他们根本就惹不起。他们的女儿只不过是为叶芊芊发了一条视频，提到了白小璇和赵天成，2人就落到了这个下场。整个柳家的生意也如雪崩，在继续介入当中，保不齐连命都得搭进去。若非如此，这么多天他们也不会忍气吞声，不是不怒，是不敢。你们误会了，我今天来只是单纯的看望一下孩子，顺便帮你们解决麻烦。你解释道，然后你看向柳叶子，露出少见的笑容。你和叶芊芊的关系肯定很好吧？我和他的父亲私底下关系莫逆，以兄弟相称，那丫头应该喊我一声叔叔。
你也是，不过我喜欢年轻点的称呼，如果可以，你在心里把我当哥哥就行。你的声音很柔和，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我希望你能坚强些。人生很长，就算说到这，你的声音逐渐哽咽，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总之，你要好好活下去。那些伤害你和叶芊芊的人，我也会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柳叶子说不了话，只是一个劲的哭。这时，刘有胜夫妇见女儿的眼中多了份神采，当即也信了几分。刘有胜叹了口气。小伙子，你还年轻，涉世未深，根本不清楚那些人在汉江究竟有着多么恐怖的能量，还是趁早收手，将自己置身事外，不然等真的陷进去可就晚了。至于我们，不敢奢望真正的凶手能付出代价，只要女儿有活下去的希望就足够。多少人初入江湖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可最终往往都是处处碰壁，被现实压得抬不起头。好比他本人，如今不过40来岁，在汉江坐拥上亿身价，风光时前方一片坦途。当得知女儿被害，他也曾一怒之下放出豪言，可最终呢？在那些真正的大人物面前，一切都如纸糊。纵然你出身战曲，一身正气，可继续介入，也只能飞蛾扑火，自寻死路啊！我这人说话从不作假。昨天，虎门区治安司司长白金涛已经被送往京都受审，害死叶芊芊凶手之一的白小璇已经下去陪葬了。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事付出惨重的代价。刘有成满脸震惊，这真的假的？好啊，小子，胆子挺肥啊，居然真的没跑。那一瞬间，你感觉到柳叶子的神情紧张了下，立即安抚道：“别怕，他们都是来住院的。”石鹏飞一愣，旋即反应过来，好大的口气，你不是很能打吗？你老来看看老子为你背了多少人，有种你就下去。闻言，你起身走到窗户边，看见30-40个手拿刀棒的青壮年站在院子中。就这，你瞬间没了兴致，吩咐道：“全送进来。”晴天点头，掏出手机拨号。两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东西，和老子装起来了！你以为你不敢下去就能逃过一劫了？说着，石鹏飞神气地跑到窗前准备吆喝，可脑袋刚探出去，他整个人就石化了。只见一队军用吉普冲进侧院，紧接着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兵者提枪下车。多大了，还玩刀棒？把他们手上的玩具都卸了，再送他们就近治疗。晴天对电话那头说道。石鹏飞扑通一声瘫软在地，面色煞白。汉江市什么时候出了这位狠人？此时你已经回到病床前坐下，并翻出手机上的一张照片，对柳叶子说道：“别紧张，最多2天。哥哥把他宰了，让你开心开心。”刘有胜夫妇定睛一看，瞬间头皮发麻。那张照片正是赵家小少爷赵天成。这时，2个全副武装的兵者走进病房，将石鹏飞强行拖走。我错了，有胜哥、嫂子，你们帮我求求行。石鹏飞哀求的声音不停回荡着。我听说柳家这段时间过得并不好，你想想都有哪些人想去天上人间？接下来告诉我，找个时间一并收拾了。从今天起，你柳家我姬如笼罩着。回到别墅后，你点了3支香，来到叶青云的灵堂前。老大哥，孩子已经入土为安了。第2天下午，赵家的请帖送到了别墅。这个老东西倒是有点意思。晴天冷笑，字里行间表达的意思就是：第一，我赵正传盯上你了；第二，我赵正传在汉江混迹了几十年，与本土大人物几乎都有交情，愿意跟你交个朋友，希望你不要不识好歹。挺有自信，你冷哼道：“他以为这样就能让我知难而退。什么时候我们这些当兵的这么好欺负？”屈指一弹，镶有金丝的大红旗直接在半空中湮灭。晴天讶异：“您不打算去玩了？给他贺寿？我怕他活不过明天。”你不屑一笑：“现在开始时刻定位赵天成的位置，毕竟礼物还是要准备一份的。”赵家大院，父亲晴天已经送过去了。赵明渊轻手轻脚的靠近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赵正传，小声汇报道。赵正传点了下头。总司的那位虽然被我们给架上了船，但也不能怠慢了。听到这话，赵明渊忍不住皱眉道：“父亲，咱们有那个必要如此慎重的对待他？叶青云都被我们弄死了，他手底下的一群小喽啰，何须给脸直接做掉，一了百了？”闻言，赵正传用拐杖在他的身上点了2下。正因为是一群小喽啰，这样才合适。要真是大人物，对方会跟你谈吗？也许对方只是打着为叶青云父女报仇的幌子来榨取钱财的。毕竟生前再好的关系，也逃不过人走茶凉4个字。总之，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叫事。你呀，还得学，好好瞧着吧，看为父我明天是怎么拿捏这群小家伙。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岸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5星级星宇大酒店顶层，落地窗前，赵天成看着下方来来往往的人群，前人簪树，后人乘凉。这一切终究会是我的。三少爷，谢少他们来了。话音落下，房间的门被推开，一群青年男女说笑着走了进来，纷纷冲着赵天成打招呼：“三少爷。”天成哥，这么多天都没去学府，莫非是叶芊芊的事还没过去？人群中，一个名叫谢鸿生的斜刘海青年上前道：“那也叫是一个贱民，一个臭当兵的，死了也白死。你当咱天成哥是小玄，因为这点事连门都不能出。”一个女孩开口道：“
哈哈，小璇太可怜了。众人纷纷附和，显然白小璇和这群人关系不错，只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赵天成的脸色从他们提及叶芊芊开始就已经变了。话说小璇这几天怎么没信了？连他那个小跟班也联系不上。天成哥，最近你有跟小璇联系吗？瑶瑶继续开口道：“死了。”赵天成淡淡的吐出2个字。霎时间，原本吵闹的现场鸦雀无声。瑶瑶张大嘴巴。叶芊芊的父亲有一批下属，不仅抓走白小璇的大伯，还直接杀了白小璇，并放话说我是下一个彩蛋。赵天成脸色阴沉，这话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怎么可能？我操，什么来套啊！治安司司长说抓就抓了，还叫嚣对天成哥你动手。赵天成冷哼一声，小喽啰而已。据我爷爷说，对方老大和我们差不多，不过一直在隐瞒身份。若真是代表战区下场调查，怎会如此？估计是来要封口费的。说到这，赵天成更是恼羞成怒。妈的，敲诈到我赵家头上来了！最关键的是，我爷爷竟主动邀请他来参加大寿。突然他眼神一亮，今天是我爷爷66岁大寿，若我能替他解决这群人，他老人家想必会非常开心。他们就住在江水一湾，现在天色还早，我们去把他们给抓过来，敢不敢干？一群人明显有些犯怵，连治安司司长都敢直接抓的人，他们怎么对付？这就怕了，他们不是叫嚣老子是彩蛋吗？白小璇都死2天了，本少还活得好好的，你们要是不敢，就当本少没说。闻言，赵天成的乘胜追击开始让这群年轻气盛的青年男女松动了。妈的，干就干，不就是一群兵者吗？老子自小辈家里都到5个，寻常人打10来个不在话下。我再招呼几个5个的朋友过来，不信拿不下他们。谢鸿生率先开口，我也从家里联系一批护卫过来。一群人一拍即合，在赵天成的带领下直奔江水一湾。傍晚，江水一湾，2天时间一到，晴天一脸古怪的看着手机上的定位，这小子很勇啊！现在正带着一批人朝我们来了。你眼神微眯，杀气自旁，也好，省得我亲自去抓了。是这家伙真嚣张，竟然住小璇家对门。不多时，赵天成带着一群青年男女浩浩荡荡的来到了你别墅门前。这是大头兵，确定不是哪里来的公子哥？等你和晴天2人现身，人群就开始议论起来。这时，赵天成挺着胸膛上前2步，小子，本少听说你在找我。你微微一笑，我很意外你主动过来送死。瞬间，一群人哄堂大笑。这和你公子哥的形象不符啊，简直就是傻子嘛！你要是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同伴在这，我们还忌惮你3分。现在嘛，瑶瑶抱着胳膊，给我跪下，向天成哥磕头认错。下一秒，你食指微抬，一道刺耳的空气撕裂声当空炸响，紧接着是一股恐怖的杀气横扫而过，吓得一群人满脸煞白。这尼玛是何等恐怖的杀气！一根指头压下来，宛若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你叫什么？你放下食指，打量着方才说话的瑶瑶。那瑶瑶，我告诉你，不要嚣张。谢少他们可是5个出身，你们2个人肯定打不过。瑶瑶有些底气不足的回道：明天乖乖来这跪3个小时，别让我上门找你。你笑着抬起腕表看了下时间，这么嚣张，兄弟们别慌，我们人多。见状，谢鸿生率先站出来振作士气。此时赵天成脸色涨红，来的时候以为能干到他跪地叫爸爸，结果刚一个照面就腿软了，这尼玛谁能受得了？说着他吩咐道：鸿生，打断他们的4肢。下一秒，谢鸿生和5个的人以及乐瑶瑶身后的护卫一起蜂拥而上，开路！你放下胳膊，然后一道身影轰地向前迈出，一步之下，水泥地面竟崩开一道道裂缝，朝着赵天成等人的方向延伸。谢鸿生等人眼睛茫然瞪大，一股寒气笼罩全身，接着一道身影掠过，生生掰断了他们的丝，而堵在马路上的此刻则原本水泄不通的现场，从中央硬生生被踏出了一条路来。带走！你丢下一句话，直接踏上一辆军用吉普，所有人都傻了，近百人来找别人麻烦，最后竟被2个人废了，领头的还被抓走了。赵老爷子要知道自己最喜欢的小孙子被抓，那还得了？快，先把谢少他们送去医院，我让我爸通知一声赵老爷子。乐瑶瑶连忙掏出手机，给自己父亲打了过去。爸，3少爷被人抓走了，你赶紧告诉赵老爷子一声，就是那群杀了白小璇的兵者干的。少玩意，也不知道这是准备的惊喜还是惊吓。行了，我知道了，谈是呢。另一边，乐瑶瑶的父亲放下手机，摇了摇头。这群孩子开玩笑也没个度，这得准备多大的惊喜？赵氏集团顶层，看看我为你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喜欢吗？你站在天台边，微微抬手。闻言，赵天成忍不住冷笑：和本少爷玩虚张声势，我劝你乖乖把我放回去。你擅自调查叶青云父女俩的事，说不定还有缓和的机会。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打得到响指，拿电话来。没过多久，电话被接通，里面传来一道气劲十足的声音。那位赵天成一听，这不是自己爷爷的声音吗？想着，脸上更是露出了不屑和轻蔑。下午，你派人给我送了张请帖，我虽未能亲自到场，但也为你准备了一份薄礼。多。赵正传的声音顿时变得愉悦。阁下太客气了，如此，咱们之间的误会就到此为止吧。你不想知道我给你准备的是什么？礼物不重要，心意到了就行。赵氏集团，你孙子的尸体过来签收一下。说完，你直接将电话挂断。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按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
接上回，星宇大酒店宴席厅，赵正传的笑容逐渐阴沉。所有人随老夫前往赵氏集团，搞东西还真敢对我孙子下手。不到半个小时，赵氏集团周边的一切道路均被封锁，权力部门插手了，救援队伍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赵氏集团附近。等到赵正传的座驾到场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下500人，并且数量还在增加。父亲，那位问要不要他的人介入处理？赵天成的父亲赵明渊此刻同样是怒火冲天。赵正传知道他说的是谁，当即大手一挥，不用官方的人介入，反而麻烦老夫今天要亲手按死这个畜生。集团顶层，赵天成注意到了下方的动静，大笑道：杀我！你也配？像你们这种人，除了一条贱命还有什么？我赵家只要一根手指下去，就能碾死你们几百次。你摇了摇头，一根指头下来，碾死我。若不是担心自己不在边疆的消息泄露，以及边疆不可无兵镇守，现在汉江城外就不是3000边军了。再者比身份，你姬如龙出身姬家，一出生就是名满京都的太子，3岁时就敢在那些跺脚，整个大夏都得颤3颤的人物身上撒尿，完后还得笑着把你放下。如今你坐镇关外，乃镇国大将，是勇冠3军的冠军侯，除了那少数的几位外，还有什么人能够站在你头上？赵正传的电话。这时秦天上前道：你接过电话，按下免提。当你们害死叶青云妇女时，有没有想过别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他们那种出身卑微的东西，哪有我赵正传的孙子金贵？小子，现在立刻马上把我孙子放了，然后滚下来给老夫道歉，否则等被老夫抓到，并让你生不如死，选择吧。你冷笑道：我会让你看到我的选择。说完直接挂断电话。你看着下方从未间断过的护卫队，一阵出神，正想着，身后的赵天成怒吼道：听到我爷爷的话了吗？小子，叶芊芊那种贱婊子，凭什么让本少爷的偿命？他要是不装清高，乖乖当那位的姬兰，本少哪有得手的机会？哈哈，你不知道他当时的表情，那叫一个绝望。说着还将脑袋凑近你，他就是被本少爷掐死的，你又能怎样？可就在他自信满满时，你突然摁着他的脑袋，不断朝着天台边缘砸下。赵天成被砸得有些迷，此时他整个身子都悬在半空。来，抓好！你提着他的衣领，示意他用手抓住天台的边缘。下一秒，秦天走到一旁，掰断一根生锈的钢棍。赵天成还没反应过来，整个巴掌就被钢棍贯穿，死死地钉在了水泥里，惨叫声响彻夜空。你们都得死，包括你们的家人朋友，本少会统统送他们下地狱。闻言，你蹙眉，然后点了支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赵家3少的身份能让你为所欲为，想杀谁就杀谁？狗东西，有胆子就直接弄死我！赵天成疯狂道。可随着你下句话出口，他整个人傻在了半空。汉江城外有我3000边军，边疆还有47000，你凭什么觉得我不敢杀你？接着一张照片递到了他的眼前，你口中所谓的贱民，是我部的一级校官，莫说是宰你了，屠你赵家满门又如何？那是一张合照，2个身穿戎装的男子露着纯真的笑容，年龄稍大的那位佩戴1级校官衔，至于左侧那个年轻男子，大将军，不可能！赵天成一眼下去，顿感头皮发麻，因为照片上那位满身功勋章、肩挂3颗金星的人正是你。这张照片是大概1年前你和叶青云伤势转好后，在麒麟军总部的一处基地留下的，也是2人唯一的合照。那时叶青云荣升1级校官，其实以他建立下来的战功，完全可以再往上抬一个级别。将军这2个字意义太过重大，需要扛起的责任非凡，他叶青云受之有愧。不只是他，边军多少儿郎浴血奋战，到死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官衔。于他们而言，荣耀不一定要挂在身上被广为人知，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风又起了，你吐出最后一口烟，缓缓道：别让你爷爷久等了。天台边缘轰然裂开，赵天成急速坠落，最后摔了个稀巴烂。赵正传大步上前，浑身颤抖。天成啊！先前他是何等的胸有成竹，但没想到对方还是杀了他孙子。他眼神凌厉，仰头看向高处。这就是你做出的选择。下一秒，众人只见集团顶层的巨大招牌断成2半，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报告将军，我不以各就各位。秦天道：那就清场吧。你转身离开，人影消失。赵正传再也把持不住形象。好，我不管你是谁，不将你碎尸万段，我赵正传当众自裁。还愣着干什么？上去把人给我抓住！赵明渊大手一挥。然而就在这时，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吼了声：战区的人来了！接着一辆辆装载重型机关枪的装甲车冲进现场，赵正传调来的几百人队伍瞬间就被冲散，仅仅只有几十人，但这批将士全副武装，装甲车上更配备了重火力。父亲，赵明渊瞬间泄了气。战区的人，这是下场，可不是一个好信号。赵正传沉着脸：狗东西，以为这样就能逃过一劫了？他拄着拐杖，自信上前：老夫乃赵氏集团掌门人赵正传，解决一点私事儿，不知道战区的兄弟能不能卖个面子？明天我会跟战区的刘校官亲自解释。刘校官，站住！所有人退至30米外，胆敢过线者，杀无赦！紧跟着，重型机关枪转动起来，枪口直接对准了赵正传的命门。校官，他们今天接到的命令是由边军总指挥、战区扛把子级别的人物亲自下达的。
省一把来了也得靠边站。见状，人群纷纷退至老远，毕竟这玩意动动手指都能把他们打成肉馅。赵氏集团门前，你和秦天两人一前一后现身。小子，有种让老夫打个电话。赵正传见到你，心中杀意更盛。你点了支烟，表情冷淡道：“随意。”随后掏出手机，可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电话那头率先说道：“让他们走。”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体检。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岸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这群人不是本土的，一旦起冲突，保不齐真敢把你们突破了，你自己掂量吧。挂断电话，赵正传整个人宛若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了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打完了，你上前2步，当着所有人的面，轻飘飘的在赵正传的脸上拍了几下，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转告你背后的人，让他们洗干净脖子，姬某人会一家家的找上去。你的话老夫记住了。赵正传咬着牙压制着怒火，你满意的点了点头。时间也不早了，收队吧。对了，我那位老大哥尚未入土为安，你要是敢给你孙子下葬，那另外2个孙子也别活了。众人目瞪口呆，这尼玛杀了人家的孙子，还不准人家下葬，好霸道！直到你和一群兵者离去，赵正传才吩咐道：“今天这件事，谁要是敢在背地里嚼舌根，别怪老夫不客气。带上天成的尸首，我们走。”1个小时后，赵家，赵正传坐在太师椅上，双眸通红，一辈子都走回来了。如今没几年可活时，却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而19层太高了，赵天成的尸体已经拼不上了。我早就警告过你们，做人做事还得留有一丝余地。你们害死叶芊芊不说，他父亲那样的人，你们也说杀就杀。既然做了，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大堂中，除了白茂之和赵明渊外，还有一个中年。他看着赵正传补充道：“这是因果，也是报应。”听到这话，赵明渊再也忍不住：“狗屁的因果！这社会本就如此，不是你吃我，就是我吃你，无非就是谁拳头赢。叶青云父女的死是如此，我儿天成的死同样是如此。聂斯，你觉得汉江外边那位会承受你口中所谓的报应吗？”闻言，中年竟哑火了。他叫聂永江，汉江总司的一位副司，几乎是现阶段赵家能够搬出的最大人物。今晚在赵氏集团前，赵正传就是给他打的电话。你今天不帮忙就算了，竟还说风凉话，别忘了你还有东西在我们手里。赵明渊明显有些失去理智，不是不帮，而是帮不了。聂永江摇了摇头，人家根本就没把你赵家放在眼里，战区一旦叫起针来，你们这种体量的本土势力根本不够看。赵明渊也是想起了不久前被吓得差点尿裤子的一幕，那个小畜生当众杀了我儿子，我要求你们治安司马上对他们进行抓捕。人家为什么杀你儿子？你心里没点逼数吗？这群人一抓，就会牵扯出更多战区的人来，到时叶青云父女的死，你们能捂得住？聂永江回道。赵正传敲了敲桌子，行了，天成自然不能白死，但也不能贸然报复。这些年一帆风顺惯了，自认为什么事都挡不住老夫，不曾想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说着，赵正传依旧心有余悸。那个杀我孙子的畜生不是简单角色，老夫这么多年还从未在哪个年轻人身上有心惊胆战的感觉。聂永江也附和道：“这个时候贸然对他动手，搞不好你整个赵家都会被他杀得一干二净。”几个小时后，最终4人达成一条共识，由聂永江亲自下场与你交涉。江水一弯，你刚洗完澡，坐在沙发上，看向一旁的晴天。视频上的其他人找到了吗？闻言，晴天语气有些沉重。除去赵天成和白小璇，目前大概可以确定的有3个。根据视频上来看，叶芊芊的事一共涉及6人，但其余4人根本就没拍到过脸。大概确定了另外3个同样就读汉江学府之人的身份，他们分别来自天、汪、贾这3个在汉江本土势力最大的顶尖家族。这3个家族在汉江本土根深蒂固，势力范围几乎涉及军政商3界，在汉江堪称只手遮天。你冷笑一声，3足鼎立，这才5个人。晴天皱了皱眉，麒麟军没有调查到那人的信息，对方的一切就仿佛在汉江被抹去了一样。看样子，对方的来头很大，大到本土的3个天花板家族都在拼命保他。汉江虽然比不上京都、魔都，但也勉强能够得1线的程度。这种人怎么会出现在汉江，并参与到了叶芊芊的事情中？你很是不解。还有白金涛那边没有消息吗？见晴天摇头，你语气逐渐升温，别告诉我这2天审了个继母。审肯定是审出来了，但我们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那就是姬老爷子不想让您知道这个最大的幕后黑手是什么身份。晴天回道：“大夏有几人能让自家老爷子顾虑？”想着，你拿起电话打了过去。臭小子，不让人睡觉了！电话一接通，里面就传来一道暴躁的声音。你直入正题道：“抱歉，爷爷。不过害死我老大哥和他女儿的幕后真凶究竟是什么人？”姬天下沉默了一下，这才开口道：“这么急着刨根问底，你是打算一次性将那些人杀绝啊？连麒麟军都敢杀，难道不该杀绝？”你反问。老子没说不该杀，以你如今的地位，的确可以很轻松的让那些人付出代价。但你作为我姬家儿郎以及边军总指挥，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其中的问题。先不说你没查到的，就说你查到的白、赵、蒋
王、天这5个家族，你就没想过直接将他们覆灭后带来的影响？光一个赵氏集团就有上百亿的体量，生意涉及到无数的行业，一旦轰然倒塌，你知道有多少企业要垮？有多少靠赵氏养活的百姓们会受到影响啊？看人之短，天下无一可交之人；看人之长，世间一切尽是无师。杀一批，你就得扶一批起来。作为边军的总指挥，作为我继天下的孙子，你面前不仅有来自前方的敌人，还有后方大厦的万万民生。守住这座天下是你的责任，让大厦能够稳定发展，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同样是你的责任。你为麒麟军讨回应有的公道，杀该死的人是对的，但你现在为了一个人的死，救治无数人的性命而不顾，难道就一定是正确吗？字字如雷，在你脑海中炸响，是孙子愚昧了。姬天下笑了。话说，魏家那小丫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魏苍生那老小子可跟我提过多次了，你几次放人家鸽子，打老子脸不说，关键是让魏家感到不舒服。你苦笑一声，一时无语。魏家千金魏婉儿，这丫头与晴天一样，小时候几人就经常在一块玩，你一直把对方当妹妹，但没想到魏婉儿竟然对你产生了爱慕之情。不管是姬家还是魏家，均是总督之家，门当户对，所以两家就希望你俩能结成一对，这样也加固了两家间的关系。不过你却因为某些原因对魏婉儿没有感觉。爷爷，感情这种事年纪过来，你叹气道：“臭小子，你想清楚，就这样。”见你挂断电话，心情不好，一旁的晴天便将话题一转：“叶青云的死，可不单单只有这5个家族参与。查一下老大哥的死，具体是谁动的手？现阶段能杀的人一个不留。”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岸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街上，在外界各种猜疑满天飞的势头下，一股正义之风被人领头带起。赵家老爷子大寿当天，赵氏集团招牌被拆，是否寓意着赵家已经在为当初犯下的罪行遭受报应？一条带着这样醒目标题的视频开始在某论坛疯传，长夜难眠，大多数人惶恐不可度日，但总有人不惧强权。你赞赏道：“把这条视频的发布者找出来。”晴天点了点头，询问道：“我们需不需要做点什么？”你想了想，联系媒体，把从白小璇那里得来的视频配合白小璇和赵天成2人的录音一同公布出去。时间还早，你2人又再次来到了老馆面馆。您2位稍微等等啊！老馆提着2份早餐，朝着你2人招呼一声，然后就走向了那辆红色轿跑。车门打开，驾驶位上是一个年轻女子。晴天一笑，有点意思啊。您之前说在白家别墅和赵氏集团2次见到这个老板了，再加上这位女子，可惜凭他们还没办法跟那些人斗，但这份心意着实难得。你没有说话，正准备收回目光时，恰好看见女子撩动了一下发丝，露出后脖梗处一块花朵胎记。下一秒，你立即吩咐道：“都有你秦家的特权，今晚前我要见到有关他的一切信息。”从未见过你这种神情的晴天，在吃完早餐后，就将你送回别墅去处理事情了。某媒体部门，晴天以100万的价格要求对方将这条视频以及这2段录音通通公布出去，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拿我的钱，要是不办事，你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的。邹广不以为然，只认为晴天就是个人傻钱多的主。其实，在这之前，赵家早就先一步找到他们部门了，所以他才说这钱完全是白捡。毕竟，谁会冒着触犯赵家的风险替你瞎说大实话？不多时，邹广来到了部长办公室，将事情描述了一遍，只不过金额砍了一半。本名齐向田的中年部长当即面露不屑：“哪里来的蠢猪？别说是50万，5000万都没有傻子敢给他报。”说到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卧槽，这他妈不会是杀白小璇和拆赵家招牌的人吧？毕竟这也太巧了，赵天成不会也死了吧？”一听这话，邹广被吓得连退数步。这部长，我胆小，你可别吓我呀！齐向田点了根烟，迫使自己淡定下来。年龄大是越来越经不起事了。赵家呀，这是准备先给外界打一剂预防针，再一鼓作气摁死那家伙。据传赵家背后站着的貌似是咱汉江总司的某位大佬，瞧着吧，只要咱每一动，赵家立马就会送走那小子。听到这话，邹广总算放心了。妈的，一个将死之人，差点没吓死了。接着又变得卑躬屈膝。部长，一会我就去银行换成现金，将那50万给您送过去。不知道赵家这事能不能交给我来办啊？你小子的能力我放心，行，这事就交你负责。齐向田直接点头答应，离开办公室。邹广吹起口哨：“傻逼玩意，你就等着邹爷爷给你公布吧。现在谁不是为了自己活着？”江水一湾，处理完事情回来的晴天看见你站在叶青云的灵堂前无声默哀。上完香后，晴天开口道：“老大哥的双腿虽然在那一战中留下了伤，导致整体战斗力下滑，但汉江本土能杀他的人不会太多。赵家没那个本事，具体的还在查，但大概率就是3大顶尖家族。五阁这些年发展很快，起初建于京都，但近些年疯狂扩张，分隔布满大江南北，其中高手如同过江之鲫，
多不胜数。3大顶尖家族在其面前也不过是臭鱼烂虾。说完这话，你又补充道：“上次被你废掉的几个豪门子弟，不是自称五哥出身吗？你查下五哥，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灭口这种事与赵家而言，一般不会亲自做。其实五哥这些年发展如此迅速，跟你有很大的关系。”晴天表情颇为玩味。五哥设立了一道榜单，第一那位从7年前到现在就没动过，其内部透露那位乃半人半神。你恍然大悟，都过去多少年了？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样看来，还是我当初的一番举动，成就了现在的五哥。当初要不是老爷子强烈要求，我也不会闲到去争那个武道榜。毕竟那些所谓的武道高手实在是太弱了，我仅用了7成力就打穿了。说着，你还摆了摆手。陈年旧事，不提也罢，那是7年前刚满18岁时打下的战绩。哪怕是晴天，也不知道你现今究竟有多强。你打算什么时候对3家动手？晴天跳开话题，灭了他们，要扶谁起来？柳家不够，柳有胜身上没有对权势的野望，以及上位者该有的魄力，去柳家坐坐吧。正好抽空把这段时间打压他们的人一并收拾了。你想了想，决定道。片刻后，驱车到半路时，坐在后排刷着手机的你突然脸色一沉，一股恐怖的杀气瞬息散至周围。怎么了？晴天靠边停车，接过你递过来的手机，便看到了记者邹广在侃侃而谈，其发言内容跟他交代的截然相反。这个人在业内小有名气，面向外界的人设是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报。为此，我还留下100万作为酬劳。晴天解释道，你面露不屑，这种人不要对他抱有道德洁癖的期望，他能收你的100万，就能收赵家的500万。台上1分钟正经做戏，台下10万雪花银实在，说的就是邹广这种人。与此同时，被部门推上台，作为此次事件发言人的邹广，依旧在按照赵家给出的要求进行捧高踩低的发言。突然，会场的门从外面被打开，你和晴天两人走了进来，还不等众人说话，晴天抄起一个凳子砸在了邹广头上。我有没有警告过你，拿了我的钱不办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什么情况？事情发生的太突然，现场的其他人都是一脸懵逼。你这个疯狗，老子都不认识你，别在这血口喷人！邹广捂着脑袋，竟然不认账！这种事一旦承认，他的口碑和人设就彻底毁了。晴天二话不说，一套火花带闪电，顿时血字四溅。想起来没？说着翻开手机，截取了2人当时谈话的部分录音。还没想起来吗？我办公室有屏蔽器，你根本就不可能录音。邹广脸色大变。身为这行中人，邹广深知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故此，他的办公室内常年安有防止被人录音的屏蔽器。这也是为什么当晴天两人找上门来时，他一点都不慌的原因。但现在这时，晴天突然露出了一张鲜红的身份证明。我这身份用点高端设备很过分吗？一眼下去，邹广感到浑身透心凉。1级校官再往上走一步就是江的级别。接着轰的一声瘫坐在地上。明明是守护大夏的不败军团麒麟，如今却在边疆紧急集结。听候你的调遣，只因老大哥叶青云父女被谋杀，还被按上莫须有罪名。瞬间，3000特种兵挥师南下，步兵汉江城外，震动南境13省。接上，原本以为能抱上赵家的大腿，从此一飞冲天，哪曾想我当多大回事，果然是年轻人，毛毛躁躁。坐在最前排中央的一位中年平淡道：“换言之，但凡有点身份的人，哪个会为了区100万，当众对一位知名记者动手？”随着他开口，会场所有人也是齐齐看了过去。这下可热闹了，毕竟这位可是从总台那边下来的一位副台长，并且他和赵明渊私下关系非常好。邹广是部里的人，不是什么人想欺负就能欺负的。既然动了手，那就得付出代价。刘台作为现场除了邹广本人外唯一清楚这件事的齐向田，准备提醒下刘奕宏。突然，全程都在翻阅邹广稿子的你，抬起眸子打量了一眼刘奕宏，说来听听。刘奕宏想都没想，直言道：“跪下给邹广道歉，那100万就当作是他的医疗费，如此本台长可以当作今天的事没发生过。”昨天赵正传的大寿，你去了没？你问了个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合上稿子，对坐在地上的邹广挥手道：“跪过来。”邹广浑身一颤，接着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下，跪在地上，低着头爬了过去。叶青云常年不在家，他的女儿有爹生没爹教，不知廉耻，卖身求荣。你敲着台面，面无表情。你给我解释下，这不是事实吗？再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需要向你解释？台下坐在刘奕宏旁边的一位男子起身呵斥，你看都没看他一眼，撕下一页纸，屈指一弹，下一秒鲜血横飞。只见方才说话的男子倒了下去，脖子上那张被你撕下的纸已经切入血肉，令人触目惊心。一瞬间，所有人浑身撤凉，哪怕是先前风轻云淡的刘奕宏，此刻地底都在瑟瑟发抖。他不得不承认，你这般手段凌厉的人生挺仅见。如此年轻，究竟要经历什么才能做到杀个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再想起他先前对你说的话，刘奕宏不禁后脊发凉。我突然想起来，台里有事，容我先走一步。敢出这个门，你也别活了。晴天拿着枪，有节奏的拍打着胳膊，这下安静了。你想清楚回答我。你收起双手，再次示意邹广给出解释。对不起，我只是按照赵家的要求办，上面让我这般说，我也没有选择呀。邹广脸色煞白，一个劲的磕头。你面色冰冷。叶芊芊和他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
是赵天成他们强迫了叶芊芊，然后颠倒是非，说是叶芊芊卖身求荣，敲诈他们，被白小璇失手打死。他父亲是被灭口的。听到这些话，众人瞠目结舌。尽管这些大家都知道，但你怎么敢说出来？对不起，我愿意公开道歉，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一定把事实公布出去。邹广试图挽救弥补，其他人不清楚，但他知道面前坐着的这位，基本可以确定是一位肩上扛着匠心的恐怖存在。叶青云，是我的袍泽。你再次翻开稿子，着重提醒道。邹广更是吓得面如死灰，一个劲的道歉。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与您是这样的关系，只要您高抬贵手，我保证收回先前的狗费，将事实真相公布出去，哪怕是死也在所不惜。你冷笑道，如果道歉有用，要我们这些当兵的做什么？确实，作为父亲，他并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但他对得起大夏，对得起你们这些被他保护，还要在他死后骂他活该去死的狗杂种。下一秒，一柄匕首将邹广的腮帮贯穿。你接过晴天递来的手巾，擦拭着手上的血渍。姬某以前以为拳头最厉害，没想到人的嘴更厉害。面对示威的你们，蛮横无忌；面对强的，你们卑躬屈膝，腿倒是不跪了，但心却站不起来了。先辈们用无数条生命向全天下证明，我大夏儿郎一身傲骨传承到你这，怎么成人模狗样了？喜欢当狗是吧？低头，你抬起脚，皮鞋缓缓地踩在邹广脑顶，持续下压，整个台面以邹广的脑袋为中心点，分裂出一道道刃，渗透着猩红的血液，死的不能再死。第二个了，众人噤若寒蝉，都不敢大声喘气，怕中彩蛋。哪位是部长？你目光扫视一圈，最终通过众人的目光，确定了齐向田的身份。齐向田脸色发白，沉默少许后连忙解释：您交代邹广的事，他事先没有通知我。今天的发言是赵家做主，我绝对没有对您那位袍泽有丝毫不敬的意思。你觉得我信不信？你笑了看了眼晴天，我还没消气把赵明渊抓了，我亲自送他上路。这话让现场一双双本就惶恐不安的目光再次剧烈扩张。赵明渊作为赵正传的亲儿子，又是现阶段赵氏集团摆在明面上的花式人，放眼整个汉江，有能力让他死的人屈指可数。关键是我还没消气，但拿你们这些小喽啰开刀又太无趣，故此杀个赵明渊泄泄恨。你听听，这他妈是人说的话？你整理下西装，摇头道：这个世上没人能让我下跪。刘一红脸色猛变，哪里听不出你这是话里有话？今天要是当众给跪了，以后怕是再也站不起来了。没必要吧？刘某人毕竟年长你不少，传出去，人家该说边军太拔的不是。刘一红蹙眉道：你只是看着他1秒2秒，对不起。刘一红脑袋一嗡，当场下跪，轰的一声，你抬手一巴掌下去，连人带猪一同陷害，跟我耍性格？我边军就是这么霸道。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哎，今天你就见到了。